清明将至啊，告诉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我们每个人呢都要提前做好准备。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呢已经3月份3月中旬了啊，也就是说呢，马上就会进入4月份，然后也就是清明马上要来了。大家都记得2023年，从2024年放开以后呢，包括今年年初，包括去年年初，我们很多人呢都以为呢能够在这2年大干一场，想着呢能够把前几年就是呢口罩那几年没有赚到的钱全部都找补回来。但是呢现实呢是什么样子，大家应该都从去年都体会到了吧，我们大家应该都非常清楚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那么简单啊。而且呢是放开以后呢，感觉就是从去年开始到目前为止，这个挣钱呢是更难了，包括今年找工作也比以前更难了啊！我有几个朋友了，他们原来都是开那种实体店的嘛，就是呢可能在放开之前嘛，天天要关门或者是什么的，没有什么生意，做不了什么生意，他们就想着呢放开之后呢可能生意会更好，没想到呢就在去年没坚持几个月呢，他们的店铺呢全部都是撑不下去，全部都关门歇业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呀？就是在经历了前几年的一个口罩事件之后呢，大家现在都是没有什么钱了，没有什么储蓄了啊，没有钱去消费了。最明显的就是你看一下这2年的一个房价，真的是一降再降。政府呢也是出台了各种政策，什么降低一个利率，降低那种首付，各种政策来刺激整个的楼市消费。可是大家呢依然是提不起什么兴趣啊。这个兴趣呢并不是说大家没有兴趣，而大家呢确实是兜里面没有什么闲钱了。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呢就是从新闻里面从各种渠道了解到，你像呢广东那一带，包括上海那一带，还有江苏那一带，工厂呢要么就是关门，要么就是倒闭啊。反正是不管是什么原因，的确是这2年也不怎么好干啊。想想就是这个工厂的倒闭，包括他们那种关门，就导致很多人会失业嘛，就别说挣什么大钱了，就连最基本的一个工作收入都没有了，都没有一个来源了。没有了一个工作就意味着没有什么收入了，没有了收入，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又怎么去消费，又怎么能够拉动这个经济呢？其实呢这都是一连串的一个问题啊。还有就是今年包括去年有1000多万的一个大学毕业生嘛，这还不包括一些中职了，或者是已经辞职了没有找到工作的一些中年人，或者是超过35岁的这些人。可见呢就是今年的整个就业形势我感觉也是特别的严峻啊。这所有的东西呢叠加在一起，就肯定会导致我们所有人呢就是老百姓的钱不是那么好挣。但是有的人可能就会说了，那我为什么就看到有的人是挣到了很多钱，在网上动不动1年挣个100来万，挣个上亿的一个小目标的人，他们天天在网上炫富的什么。所以我在这里就想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是不是自己亲眼看到了，不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千万不要相信网上的一些信息。他们挣钱有多么容易，多么简单，动不动都是年入100万几百万，都是看不上那些一个月收入1万块钱。其实在咱们现实生活当中啊，一个月能收入1万以上，绝对都算金字塔的一个顶端了啊，绝对都算那个很不错的一个收入了。那还有一点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就是现在孩子的一个出生率呢是出现了断崖式的一个下降。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走在那个路上呀，大家可以看一下街道上的那个母婴店的一个数量是不是一下子就减少了很多，几乎是很难看到这个母婴店的一个影子。如果说在前几年呀走在那个大街小巷是很容易能够找到一家母婴店的，但是现在啊真的是很难找到了。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了现在出生的这个孩子呢实在是太少了，就是年轻人呢都不愿意生孩子了。为什么这个出生率会这么低呢？因为大家呢都不愿意结婚了啊，即使结了婚之后呢也不愿意生孩子了，就更别说生那种什么2胎，生那种什么3胎。大家可以算一下现在养孩子的一个成本到底有多么高。有些人可能就会说了，为什么不能够像以前那样放养啊，像我们父辈一样就直接放养，生几个孩子就放养就可以了。话虽如此，现在我们真正有几个人几个父母能够做到放养的，能够放心让自己的小孩吃苦的。而且呢现在从这个孩子出生到孩子大学毕业，这中间还有各种的培优培训费用，各种的成本以及各式各样的一个花销啊，在一个孩子身上呢花销少则是几十万，多则呢是数百万。想一想这么庞大的一个数目，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难的。说了这么多了，总之呢就是感觉这也难那也难。不过呢我感觉呢办法呢总比是困难多了。在新的一年，在2024年啊，相信我们只要足够努力，足够拼搏，相信生活包括日子呢也会越来越好了。在困境中呢毕竟才能够激发我们普通人的一个成长。不知道呢大家对于今年都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和期望，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分享。